我就说吧，这不花钱得来的消息就是不能信，让我们栽了这么大一跟头。不许这么说莹莹。谁说莹莹了？我是说捕风捉影楼。你说捕风捉影楼，不就是说莹莹？你还讲不讲理了？浮生他欺负我。哎呀，这冯千里的消息向来不会出错，那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啊？怎么回事啊？我看到的梦琴身上有几处与宋静野相似的痕迹，斜肩、站姿、手茧，应该是早些年训练累积下来。所以那个人就是梦琴，只不过是不信任我们，所以不愿跟我们说实话罢了。那怎么办？想办法呗。我有个主意。什么主意？你们忘了，梦琴可是有个5岁的儿子。绑了他儿子。文觉，你怎么会想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可是西川郡主啊！绑什么绑啊？你脑袋里能不能想点正经事儿啊？我是说，他老来得子，一定特别宠自己的孩子。那小孩呢，通常皮实点才好养，溺爱太过，一般身体都不怎么好。这不就是浮生的机会吗？你一个没嫁人的姑娘家，怎么懂这么多？因为我小的时候就这样。你觉得呢，浮生？有道理。那我们就去找找这梦琴家的住处在哪儿。走吧。大爹，我们母子非走不可吗？西川不能再留了，我带你们离开。你们先出城，我们在城外会合。那我和孩子在城外等你。快走！走。梦琴，你认错人了。我说了，你认错人了，这话留着回去跟我姐说吧。孟先生，没事吧？带他回驿馆。好，走。师傅，药好了。放那儿吧。活血化瘀的汤药喝了。多谢。
当年是我爹救下你，今日我们又救下你，你若再不说实话，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原来是西川郡主，今日多谢郡主与两位相救。梦琴无以为报，唯有结草衔环。行了，我最讨厌这些江湖套话，什么结草衔环，来生以报。既然有恩，那就这辈子拼了命也要还上这恩情。若是还不上，那就大大方方承认，也能赞你一声为人坦荡。郡主教训的是。这么说，你是承认之前对我们撒谎了？所以你就是我爹当年救下那个王府侍卫。当年身受重伤，幸得文城主施救。伤愈后，便在文城主的帮助下改行做了别的事儿。之前也并非有意对几位撒谎，我曾做过侍卫之事，不想让旁人知道。这些年也算过了几天安稳的日子，只是可惜。你们能不能先告诉我，究竟为何要找我？这是我在宋建业出事的地方找到的，我衷心的想把此玉献给尊师，不知尊师可否饶我一命？我们答应。行了，你别喊了，就这么点伤，至于疼成这样吗？怎么不痛啊？我都要痛死了！哎呦，也不怪他，我给他吃了提升五感的药。服伤就行了。这就是你说的不稳定。真能提升五感，痛感自然也会提升吧。那这药效什么时候能过去啊？哎呀，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用。上辈子小爷绝对是欠你的，早知道是这样，我还不如留在上一辈砍头呢。哎呀，对不起嘛，不让，我可是为了你才受这种罪啊，你可得想好怎么赔偿我。那就记账吧。哎呀，行了，你别演了。你们知不知道昨天有多危险啊？要不是本郡主来得及时啊，你们两个今天就可以出殡了。哎，那个林老爷子和孙思明怎么样？孙思明还活着，不过林老太爷死了。谁杀的？不知道。我当时怕西北商会趁机报复你们，哪还有心思管别的？当时就让九哥把你们赶紧送回来了。后面发生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林宅被西北商会一把火给烧了。烧了？那你中途有没有见过一个黑衣女子？你身边还有女子？是谁啊？我倒想知道是谁。行，这说起来已经是本郡主第3次救你们了啊，说说吧，打算怎么偿还啊？本想着要多谢郡主的救命之恩，但想着大恩不言谢，顾某只好答应郡主下辈子做牛做马，在所不惜。少整这点虚的，谁稀罕你做牛做马啊？哎呀，文觉，说来说去，被你救这么多次，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回报。只有拼尽全力救好文城主，才能不辜负你这3次救命之恩。这可是你说的。若真是能治好我爹的病，那这救命之恩就一笔勾销了。我给你在西川再开个医馆，好不好啊？医馆好，医馆好。可我丑话说在前头，若是治不好，那你们2个此刻吃进去的也全都要给我吐回来。凭什么治好了给他一个人开医馆，治不好我们2个人都得吐出来？我不管，医馆得有我一份啊。郡主，
城主有请。九哥，你没看到我这有病人呢吗？对，我腿挺痛的，你包扎。哎呦，来，慢点，伤得很重啊，这次。你看，我相信那2位的病情不劳您费心。九哥，你说的对啊。我爹找我，那定是有大事要商议，我不能让我爹等急了啊。那这样，这边呢，你们就先自己弄弄吧啊。哎呀，这么大个西川，可真是一刻都离不开我啊。九哥，你以后在朋友面前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啊？贤侄啊，今日带着诸多财物前来，你可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城主大人，我是个粗人，不会说话，今日前来就是来下聘礼的。我倾慕郡主喜酒，还请城主大人成全。好，好个屁呀！郡主，带着你的东西赶紧滚，我不想看到你。别往心里去啊，菊儿。郡主，你若是不喜欢这些，你喜欢什么？我立刻给你去取。我就喜欢你离我远一点。我告诉你，你再敢上门提亲，我就让九哥把你给扔出去。别往心里去啊，城主，迟早都是一家人，先告辞了。谁跟你一起？哎，菊儿，慢走啊！菊儿，爹，你就为这点东西就把我给卖了？你是我最珍贵的东西，这些区财物怎么能和你比呢？那你就是嫌我烦了，想把我打发得远远的。哎，没有，那娟儿，你要知道，爹这么干呢，是为了以后你能在西川站稳脚跟。我一个西川郡主，哪个不长眼的敢惹我啊？我知道了，你就是喜欢那个徐不怀，想让他给你当儿子。没，我今天把话放这，我就是死也不会嫁给他。娟儿，爹，快来人！福生，我爹到底怎么样了？不是上次都治好了吗？怎么会昏倒？啊，这文城主没什么大事，就是中暑了。待会儿我给他开点清热解暑的药，就没事了。娟儿，有傅医师在，你放心。倒是我一觉醒来，觉得腹中饥饿，你帮爹看看，后厨还有没有莲子粥？好，我马上去。福生，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福生，你知道我爹为什么会突然昏倒吗？我自幼丧母，是父亲把我一手带大的。父亲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他就像我活着的信仰。这种感觉你或许能懂吧？自从我爹病了以后，他就一心想把我嫁给徐不怀。他担心自己万一有什么闪失，我一个女子会被那2大帮派吞没。他就像把自己最心爱的宝贝移交给另一个好像可以保护这宝贝的人一样，所以就拼了命的把我往外推。文城主是个好父亲，他一心护我，我也想救他，
福生，你若能救活我爹，我可以给你荣华富贵，可以帮你找天书宝藏，我什么都可以给你。我只想他活着。只是我现在真的没有把握。哎，文泉，今日我文觉跪下求你，救救我爹。他活着，我才是我；他若走了，我在这世上便再无可牵挂之人了。福生，我求求你，尽你所能救他。先起来，来，先起来，起来。其实，就算你不这么说，我也会拼命一试的。怎么样，雕的真好。马侯呀，马侯，你可是我的大恩人。师明，你拜个马猴做什么？李志卓又要杀我啊！多亏了郡主及时赶到，救了我一命。你不是说他不会再杀你？哟，那他要想杀你，什么时候杀不能杀？赶紧跑吧！跑什么？这是机会啊！机会。他是怎么死的？这叛徒本以为躲在鬼宅便可高枕无忧，却不曾想被我手下一名车马管事发现行踪，当场格杀。此人名为孙思明，也是个心思伶俐的可用之人。贤主有命，命你为其购买金花宴拍卖的兵刃。可若是冀北商会调用如此多的金银参加金花宴，会不会引起其他势力的怀疑？这是你的事，自己去想。倘若耽误了组织的大事，你就提头来见了。你先出去吧，我想自己待一会儿。师兄，我连最后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快点儿，走那么急干什么？治不好城主的病，文角肯定得要了咱俩的小命。这样，你现在编一个药方，就是那种能治好城主病的药方，咱们去跟文觉说一声，就说一起出城去采药，
这样文九肯定不会走了。出了城，咱们扔下文九就跑，再也不会牺牲这个破地方。不行，我已经答应文觉了，一定要救他爹。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啊？这时候了还管什么答不答应呢？那做人总得讲信用吧。再说，如果文玉死了，文觉不就成孤儿了吗？你就不怕他成了孤儿，咱俩成了孤魂野鬼？国田儿，你还有2个弟弟要养，这趟浑水你还是别趟了。我看不如这样，找时间我跟文九说一声，就说治病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是家里有事，要先回趟老家。你倒是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但小爷我做人也是讲信条，我不欠人。这样，我临走之前再帮你最后一次，你还有什么想做的？这治病救人，你确实帮不上什么，不如就帮我查一查这天凡寺吧。行，不过此事恐怕涉及到破壁，太危险了。我要算2次，这样的话，你就还欠我1次。等找到了天书宝藏，算我一次。那我要是死了怎么办啊？简单，你这文缺玉盘就归我了。行。所以别死了。公子，快来瞧瞧，新来的秋菊姑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心好，活儿更好，特意给您留的。哎呀！于公子，你怎么了？醒醒啊，于公子！快来人呐！死人了！死人了！都来看一看啊！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麻绳表演特别好看，不要错过啊！来，都看看啊！现在有请萨摩闪亮登场喽！这里呢有3根绳子。绳子打开呢，谢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精彩表演不容错过，错过一定终身后悔。哼，就这2铜板。哎，官兵来了！不是，那个对面居然有一堆人在那儿看戏呢。哦，
话说这公子眼花缭乱，迷糊中就走到了一间小室跟前。这小室之内是空无一人，只有一张绣榻置于其中。再往前看，墙上挂着一幅栩栩如生的牡丹图，画上的牡丹颜色艳丽，花瓣娇嫩。这公子本来就是爱花之人，看着看着他就入了迷了。啊，这可真是人间绝色呀！突然，只见那远方一阵风吹了过来，这画一动啊，竟从画上下来了一个姑娘。这姑娘与平康坊的姑娘可大不一样，肤如凝脂，凤眼黛眉，这哪里是人间能看到的姿色呀？好个不知好歹的凡人！小生从未见过如此标致的女子，真是让姑娘见笑了。叫我牡丹就好了。牡丹，不知姑娘可是那画中之人？那咱以后还得有剧情，才有人看。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啊。却不知怎的落入此处。李少卿，你也跑来凑这热闹？凑什么热闹？昨天夜里有人死在平康坊。公子低头一看，地上躺了个人，与自己长得一模一样。尸体无外伤，鼻孔中有不明毒素，妓女莹莹有犯罪嫌疑，但无实证。哎，我说你这脑子里除了案子，能不能有点别的？能不能有点爱好啊？不知道这画中，你知道这故事讲的什么吗？讲的是这牡丹仙子从画上飘下来，然后呢，还把那公子哥的魂给勾走了。你有没有在听我说啊？没有。于是这二人便手牵手走进了画中。去查案。嘘，饭还没吃呢。从此，这画中便有了公子的身影。说完了再去。我回来了。哟，什么好吃的？你们来的刚是时候，我研究的新菜，尝尝。不就是粉丝蒸腊肉吗？什么粉丝啊？这叫银丝牡丹。切，你什么时候变那么讲究了？你知道这菜名让我纠结了多长时间吗？现在长安城里最流行的是什么？知道吗？就是花仙摄魂。东市演出场场爆满，我顺势跟风，懂吗？懂了。甭废话了，赶紧尝尝，给我提点意见。哼，怎么样？我还是喜欢吃烧鸡。来，李少卿，尝尝。不用了。来，两位里边请。请。啊，这院好香啊！大理寺办案，我们来问问于公子的情况。官人呐，我这儿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最大的爱好就是在这家里边摆弄些花花草草的。他也不像其他的公子吟个诗做个对的，他呀就对这些花花草草是精心打理呀。精心打理的是老吴吧？啊，您说什么？这位是？在下常瑞凡，是于公子多年的花友，平时做些花草生意。于公保重，常某告辞了。
官人们告辞。老吴啊，哎，来了。主任有何吩咐？你去把后院的花啊、草啊的赶紧处理了。姓常的带坏我儿子，我宁可把花都扔了，也不给他。赶紧！去！我们也想到后院看看。请便。看来于公子的确很喜欢牡丹。是的，这些都是公子生前栽种的。看，这株白无瑕，花瓣没有一丝杂质，世间罕见。常公子开了天价，我家公子都没卖。啊，是挺漂亮的。唉，公子走了，这花草留着，只能惹人伤心呐。我把死者房中的牡丹花带回来检验，这花果然有问题。说说。这盆中的泥土中藏有一种名叫四目杖的天竺香料，和死者鼻子中的药物吻合，能致幻，但是并不致死。那真正的死因是什么？一针致命。封住了颈项要穴，阳虚闭窍而亡。下针稳准狠，那个妓女啊，绝对做不到。如果凶手不是那个莹莹姑娘，而真正的凶手特意选择了她，又在房中的花盆里动了手脚，说明他想把大家注意力都集中到牡丹身上，从而嫁祸他人。也不知道这个于公子生前得罪了什么人。这个恐怕就要去问子苏了。老板，哎呦，玉儿啊，这是怎么了？老板，您这儿还有紫色的牡丹花呢。你说的是魏子啊？对，刚走路不小心，把姑娘那盆花撞碎了，我得赔她一盆。哎呦，姑娘，这样好不好？这边的花只要您喜欢，随便挑。哎，你看那盆怎么样？这是凤求凰，那盆很贵的。老板，那就要那个。哦。爹，你快看啊！女孩子家的，大呼小叫，成何体统？爹，你看好不好看？哎呦，你这是从哪弄的这盆花啊？这是女儿买给爹爹的寿礼。哎呀，你这孩子，咱家又不是什么大户人家，咋能花钱买这么贵重的花啊？我看这凤求凰应该是价格不菲吧？这可是雨儿攒了好久的钱才给爹爹买下来的。爹爹不喜欢吗？喜欢。记住，以后女孩子家说话办事要矜持点。知道了，爹爹。爹，你看你。好，咱们把花搬屋里去吧。爹，您慢点儿。爹，花怎么样了？爹，花怎么样了？爹，你怎么了？爹，
查过了，这个于公子还真没什么案底。会不会在别的资料库，只是我们查不到？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与家庭有关，可以查查于家这些年的恩怨，指不定会有线索。我让三炮去打听打听。老大，不好了，不好了，于家又死人了。是谁？这回是那个园丁老吴。啊？为什么会这样？老大，会不会又是那个仙子啊？哟，难道爹爹他不是第一个？别听他胡说，到底发生了什么？昨日是爹爹生辰，小女特意在花店买了一盆名贵的花作为寿礼。可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就发现爹爹他倒在院子里的那盆花旁边，水壶也倒在地上。难道真的是什么花仙？你不要相信他。已经检查过了，死者也是中的四目瘴的毒，毒药就下在盆里的泥土中，遇水挥发。那这么说，和于公子的差不多呀。不过死者的后颈没发现针孔，还得把尸体带回去仔细检验，才能确定真正的死因。你说的那家花店在什么地方？大理寺办案，尽数回避。各位官人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有人被你店里的花毒死了。这怎么可能啊！你最好老实交代，你为什么要对于家的园丁下手？哎呦，官人，你确实是冤枉小的了。这店呢，都是我独自打理的，我哪知道哪个客人要买哪盆花呀？再说了，我总不能把所有的花都下毒吧？即便如此，小的不知道要死几回了，是不是啊，官人？官人您明鉴呐！官人，这花儿又是哪来的？在老吴家的院子里发现的，里面下的毒和于公子中的一样。这次也是一针毙命吗？不，死者是被毒死的。我记得双月说过，四目瘴具有致幻作用，但并不致死。听他的意思是因为老吴家这盆水浇的比莹莹房中的那盆多，所以挥发的四目瘴足以致命。对了，三炮，于公子和园丁老吴之间的关系你都查了吗？只知道那个园丁离开于府多年，最近又回来干活了，应该是女儿长大了，需要更多的开销。那他离开的那段时间去了哪里啊？说是在一个花商家干活啊，就是我们上回在于府见到那个常什么来着？常瑞凡啊，对，就他。唉，毫无头绪，需要吃个烧鸡找找灵感。我新研制的牡丹酥，咦，好看。别碰，那花有毒，我们还得去一趟于府。现在是我吃点心的时间。路上吃。哎，走。两位官人，我家主人正在卧室扎针灸，实在是不方便见客呀。
那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官人，实在不好意思，去吧。官人，我是余府的管家张全。你家主人病了？是啊，最近府上事情多，主人是被气病的。我每天都给主人扎一次银针，病情已经好多了，不过还需要调养些时日。二位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吧，我代为转达。平时都是你给主人去治疗扎针的？是啊，进府之前我曾经拜过师傅，学过些针法。哦，呀，你看光顾着说话了。来人呐，快给2位官人上茶呀！老大，我查到了老吴从余府离开的原因。是什么？老吴的妻子早年过世，是他一个人把雨儿带大的。雨儿曾经生过一场大病，好不容易才治好。这是当时的药方，来我看看。哇，人参、鹿茸、燕窝，这上面的药可都价格不菲啊！我还查到了老吴离开余府的时间，大概就是雨儿得病不久。他女儿的病需要大价钱，这老吴偏偏在此时离职。还有，这是余府的人丁簿，上面记载着所有家丁入府离府的时间，很详细。你再去找雨儿问问情况。是。没错，小女的确是生过一场大病。说起来，这也是小女多年来的心结。此话怎讲？那些年，小女的爹爹跑遍了全长安城所有的医馆，都说小女的病没法治，病治不好。爹爹一夜间就好像老了10多岁。小女不想拖累爹爹，偷偷买过老鼠药，可又没勇气服毒。直到有一天，小女的爹爹从外地回来，说我的病有的治了。我喝了爹熬的药汤，身子渐渐好了起来。后来我看过药方，有好几味昂贵的药材。那他有没有说过这配药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当时家中入不敷出，小女也不知道爹爹哪来的那么多钱。那个时候，爹爹显得心事重重的，经常喝醉酒回来，还总说些奇怪的话。什么奇怪的话？好像是说都是我的错，真是造孽呀！都是我的错，真是造孽啊！都是我的错。他就一直这样重复着，小女也不知道此话是何含义。都是我的错。哎，那你那日去花店，除了花店掌柜，还有跟其他人打过交道吗？有，当时小女走在街上，有人把小女撞倒了，花盆也摔碎了。当时那人心肠特别好，他带着小女回到花店，又买了一盆，就是那盆凤求凰。你还记得那人的长相吗？我记得他的衣裳，料子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你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细节？小女幼时学过丹青，画给你看吧。第二任夫人，我们现在就去余府。我查到了，余府以前有2位夫人。怎么了？这侧夫人美若天仙，愚公宠得不得了。侧夫人喜欢牡丹，愚公就在后院栽满牡丹。侧夫人受尽荣宠，先怀上了，谁知道生产当天，侧夫人分娩完就一命呜呼，产下的也是一个死婴，而且明天就是侧夫人的忌日。张全，给客人上茶。是。怎么不见夫人？我家内人昨天夜里受了惊吓，说
若是见了一个白衣女鬼，被吓得现在还神志不清，怕是不能见客了。各位官人，不知我儿的案子查办得如何呀？我们还在探查。那几位官人今日来有何事？怎么了？我突然腹痛难忍。你家茅房在哪儿啊？你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我求求你了，你走吧！不要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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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府里容不下2个女人，你不要怪我，是你自己该死！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夫人。不要过来！夫人，你没事吧？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我儿子已经被你害死了，你放过我吧！我真的知错了，我错了，求求你快点走吧！不要过来！我求求你！请喝茶。不要喝。怎么了？我已经知道杀害于公子和老吴的凶手是谁了。什么？谁呀？就是他张全。你别血口喷人，我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我是不是乱说？你先听我把话说完，看有什么好反驳的。你知道于公子钟情莹莹姑娘，那日在平康坊，你先在房里牡丹中下毒，于公子中毒晕倒后，你用银针刺其后颈，让他阳虚闭窍而亡。你拜师学过针灸，扎死个人并非什么难事。你冤枉我，主人，我学扎针只是为了伺候主人，从没想过要行凶害人呢。杀了于公子后，你又杀了老吴。当年老吴女儿病重，为了得到女儿的救命钱，他不得不听命于于夫人，暗地里害死了侧夫人母子。那天你故意撞倒老吴的女儿，在重返花店为其选花时，趁机将事先准备的毒药撒在花盆里，使得老吴给花浇水的时候中毒身亡。昨天夜里于夫人见鬼受惊，想必也是你在装神弄鬼吧？我在你房中找到了这个，怎么样？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你这是为什么？这几宗案件都与牡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想必你是在为当年死去的侧夫人复仇吧？你这些人都该死，都该遭天谴，为我的母亲赎罪。你是不可能，不可能，这不可能！你当年不是已经死了吗？那个贱人一心想害死我们母子，想让老吴斩草除根。老吴用一个死刑把我换了，随后把我交给他远亲抚养。我养父临终前才告知了我真相，而你明明知道真相，却为了这家丑一直三缄其口。助纣为虐者也得死！看来老天爷知道我心里想什么，还没等我出手，你们就一个个命丧黄泉了。等等，你是说他们还想狡辩？来人，把他给我带回大理寺收押，把于公送去尸检。
报应啊，报应！客官里面请。琢磨什么呢？案子不都结了？最后，凶手也没认罪，我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哎，客官，您这边请。你来啦。那边查的怎么样？搜不了张璇的家，也没有找到下毒的证据，没法结案。我说你俩行不行啊？人都抓了都没法结案，这么不专业。专业。这白欧霞真是美啊，好像比我之前在余府见到她时更加夺目了。公子，你也是爱花之人呐。你很聪明，张全的确是完美的替罪羊。他应该感谢我，是我帮他除掉了那些罪人。我们怀疑张全，是因为他的身世和动机非常清晰，而你，仅仅是因为一朵白巫峡，就制造了这起连环杀人案，实在很难有说服力。哦。那你们是如何怀疑到我的？因为这张全的作案动机看似缜密，其实不然。他明明是被老吴救了一命，却要对救命恩人下毒手，这实在是说不过去。再说手法，如果他在给雨姑娘买花的时候，在花盆里下了毒，那他怎么知道老吴什么时候浇水呢？所以，他根本控制不了谋杀的准确性。再者说了，下毒已经可以使人毙命。杀死于公子却用银针，好像是在故意暴露自己的作案手法，或者说凶手是在暗示我，顺着错误的逻辑往下推进。2次作案都用到了四目杖，但一次致命，一次只是昏迷，区别仅仅在于水的剂量上。最开始我们并不明白，为何相同的作案手法，却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直到双月专程请教花店老板。老板啊，这牡丹花应该浇多少水才合适啊？小姑娘，你还真问对人了。哦，这牡丹花啊，喜高燥，忌低湿。哎，你浇花的时候啊，一定得看清楚了土的湿润程度。要浇水呢，一定要浇透，尤其是要提防那个甲湿。甲湿啊，是那个甲虫的尸体吗？啊，哎呦，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哦，我说的是真假的假，湿润的湿。哦，哎，小姑娘，你过来看看。啊，你看啊。
这盆牡丹如果放在室内的话，土的湿度还可以。其实啊，就是假湿。你记住了，要是搬出室外以后，一定要及时的浇足了水。莹莹姑娘平日里只负责待客，自然不懂得假湿的道理。三炮问过他们，平日里浇花只是将叶片和花瓣沾湿，便认为是浇好了。这样的水量当然是不够的。而老吴是一个园丁，对花卉的习性了如指掌。我猜你是当夜潜入吴家埋了毒药，第二天老吴将这花搬到院中，给盆中浇足水，四目杖的毒性才得以挥发。如此缜密的杀人手段，绝非张全这个门外汉所为。你作为长安城最大的花商，平康坊和花店的花卉都是你供的货吧？你向于家高价求购白无瑕，于公子拒绝，你便杀了他。随后于老爷恨你带坏了于公子，宁可把花都扔了也不肯给你。所以说于老爷就是你最后的绊脚石。你利用张全的身世，间接害死了于老爷。于老爷死后，你就去府中高价买走了白无瑕和嫁接的方法。为了这盆花，你可真是煞费苦心呢。我实在不能理解，你真的就只为了这一盆花，夺去了3条人命？你们凡夫俗子只看得到他的外形，对我而言，他就是我的恋人。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感觉被摄了魂，一袭白衣，乘风而来，我这颗心被瞬间融化了。没有任何人可以阻碍我和白无瑕在一起，挡我者，通通得死。我可以跟你们走，我只有最后一个要求，就是我死后，你们能把我葬在白无瑕这片泥土之下吗？这样，我就永生和他在一起了。你疯了！李少卿，你爱过一个人吗？我问你，如果有人要迫害你珍视的人，你会不会为了他与他人为敌？如果能与所爱之人在一起，被人耻笑疯癫又如何？李少卿，你大概还不懂爱为何物吧？你们这菜色不错，钱给我们老板娘就行了。炮爷，多谢客官。炮爷，赶紧的，花钱摄魂开演了，快看看！等我，老大，快开戏去了！谁呀？哎，客官，记下账吧。哎，四侠走，你不过去看看。才子佳人的老套路，看一次还不够啊？ 800遍都不够。